8种长寿药都是免费的，长寿的人都这样做。世人常向长寿老者探求长寿秘诀，然而鲜有人知，有些长寿灵药无需花分文。1. 喝水，水作为生命之源，堪称长寿的首要元素。诸多疾病皆因水分摄入不足而引发。一旦身体缺水，中老年人容易排泄不畅及便秘。饮水要注意以下几点：饮水每次宜少，徐徐咽下，切不可大口吞饮，每日总量亦不可过多。生冷易败脾胃之阳，热烫则灼伤口咽、食道、胃肠道，故宜饮温饮。少喝可乐、雪碧等碳酸饮料，慎饮咖啡、浓茶、酒等刺激性饮料，均可损胃气。以温白开水为最宜。饮茶因人因时而异，大致而言，脾胃阳虚者忌绿茶，宜红茶；热性体质者宜绿茶。空腹、用餐前后、睡前忌饮茶。孕妇、哺乳期妇女及发烧、肝病、贫血、营养不良、尿结石患者忌饮茶。胃溃疡、神经衰弱、冠心病患者慎饮茶。一般而言，春宜饮花茶，夏宜饮绿茶，秋宜饮清茶，冬宜饮红茶。2. 运动，运动也是养生的重要手段，可以帮助人们增强体质，预防疾病。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，合理安排运动量，养成定期运动的习惯，持之以恒地进行锻炼。锻炼也不拘泥于一种形式，除了常见的跑步、游泳、散步等，太极拳、八段锦等也是很好的锻炼方式。3. 大笑，开怀大笑也是长寿的一个小秘诀。笑不仅能增加我们血液和唾液中的抗体及免疫细胞数量，它还能让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变得兴奋，降低肾上腺素，帮助我们缓解疲劳。钱钟书认为，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，脸上能做出笑容，嗓子里能发出笑声。有了这种本领而不使用，未免可惜。在他看来，笑的功能一点也不亚于油盐酱醋，是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剂。这种主张也正好印证了俗话笑一笑10年少的说法，对身体健康非常有益。4. 咀嚼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细嚼慢咽居然也是一种助力长寿的方式。老年人平时增加咀嚼锻炼次数，可坚固牙齿，降低牙齿骨密度，降低速度，延缓衰老。叩齿能健肾，使肾中精气的充，故可健脑。因而，对于老年人说，咀嚼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症。咀嚼次数多以及进行方法正确的咀嚼，都能很好的刺激大脑，使大脑活性增加。5. 晒太阳，太阳是生命的源泉，其对于万物的生长与繁衍至关重要。夏日沐浴在阳光下，我们的身体能够合成必需的维生素 D。夏季阳气旺盛，正是大自然阴消阳长之时，可为养阳之大好时机。对于平素体质虚弱、多汗自汗、易患感冒者，可趁此时阳气旺盛，通过晒太阳的方式补益阳气。主要以晒晨起初升的太阳为宜，时间应以自身舒适、微微发汗为度。10时至15时的太阳最为猛烈，不太适宜，同时也要谨防中暑、高血压等疾病的发生。6. 泡脚，养生先养脚，脚对人体健康起着重要作用。人体的5脏6腑在脚上都有相应的投影，连接人体脏腑的12条经脉中，有6条起于足部，双脚上还分布有60多个穴位。如果能坚持睡前用热水洗脚，或刺激足部穴位，促进气血运行，就可以驱除寒气，疏通全身经络，具有呵护阳气、强身健体的功效。洗脚时宜用40到50度的水，水量以淹没脚踝为好。双脚浸泡15分钟，同时用手缓慢、连贯的按摩双脚，直至感觉双脚微微有发热感。7. 一些小动作，常用手搓面干洗脸，能使面色红润、皱纹少。常叩齿，可益肾，预防牙齿松动。常鸣天鼓，先以2手心掩耳，然后用2手的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分别轻轻敲击脑后枕骨，发出的声音如同击鼓，所以古人称作鸣天鼓，可缓解耳鸣。常用手梳发，由前往后梳，并用指腹在头皮上画圈按揉或轻敲头皮，可促进气血流动，可疏通头部气血，防脱发。常搓手，可补肺气，防感冒。8. 睡好，在众多养生之道中，睡眠无疑是最为简单且效果显著的方法。充足的睡眠能缓惊，能养气，能健脾益胃，能坚骨强筋。睡眠要顺应四季规律，
春夏睡眠可以稍晚些，冬季起床可以稍晚些。右侧卧姿可以减轻心脏的负担。此外，中午时段进行半小时的小憩，也是养精蓄锐的好方法。8种长寿药都是免费的，长寿的人都这样做。长寿的老人会有什么特征呢？他们有哪些养生习惯可以借鉴一下？我公公96岁，婆婆95岁，他们是过去地主家庭出生的孩子。公公是50年代的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生，婆婆是师范大学毕业。2个人都是知识分子，在那个年代却就被视为成分不好，找对象比较困难，都快40岁了，才经好心人介绍认识，结婚成家。2个老人一辈子生了3个子女，都是研究生毕业，分别都在航天领域的研究院里工作。公婆目前身体健康，没有基础病根子。去年疫情那么严重，2个人新冠阳性后，竟然都扛过来了。我观察一下，他们能够腰不驼，背也不弯，每天还神采奕奕，是有这几个养生习惯。1. 起床之前用木梳子梳理头发100遍，按摩耳朵和全身穴位，拍打全身20分钟。夏天起床时间是7点，冬天是8点起床。起床后就来回拿梳子在头上梳，头上器官很多，来回梳理，血管流动顺畅。2. 早餐喜欢吃蒸食，蒸菜、花生、黄豆、红枣、桂圆和莲子各样少许，蒸着吃。主食吃几片牛肉、鱼片，1个鸡蛋羹或者是1碗豆腐脑，外加1个虾肉或猪肉包子。婆婆说早点一定要吃好，五谷杂粮荤素搭配，越杂越好，这样吸收的营养就全面。3. 午餐荤素搭配，绿色蔬菜和鱼肉、牛肉少不了。每顿午饭品种多，菜量少。由于婆婆装置的是1口假牙，所以很多蔬菜稍微在水里炒一下，和里脊肉爆炒，她都吃得很香。每顿饭吃的是7分饱，有时候保姆菜做多了，他们宁可倒掉也不加餐，更不吃隔夜饭。4. 晚饭简单又营养，喜欢吃汤面条或者是小米粥，搭配2个素拼盘，6点后绝不进食。婆婆对吃饭的量要求很高，每次煮面条前，她就用小秤称一下，2个人吃3两。用的卤料是西红柿、青菜、肉末、鸡蛋。晚餐吃完，嚼2粒大蒜，给牙齿消毒。5. 晚餐过后，每晚7点的中央新闻必看。虽然他们的听力下降，反应迟钝，眼睛有点花，但还是坚持看。他们说只有在新闻里才能知道国家大事，不会和社会脱节。看完后，2个人还要进行辩论，活跃头脑，避免早发生老年痴呆症。6. 每天早饭之后打太极拳半个小时，看书报、看杂志，关心国家大事。随后练习书法，背诵唐宋诗词300首。在他们闭门朗读练字时，谢绝有人打扰。婆婆说经常朗诵和写字，避免思维僵化，又锻炼手腕的灵活性。7. 中午饭后必须要休息1个小时，婆婆就坐在床上做瑜伽半个小时。她很喜欢做手工剪纸花，每天都做1个小时左右。婆婆对瑜伽动作很简单，就是冥想打坐。她说这是清空脑子，让一切乱七八糟的想法和意念消失，脑子放空。8. 中午天气好，会在阳台上晒太阳。晚饭后在小区散步，在器械锻炼区压腿、按摩背部。婆婆除了吃老丰农店里的蜂胶之外，基本不吃保健品。他们说晒太阳促进钙、磷的吸收，减少骨质疏松症的发生。9. 不吃高盐、高糖、高油食品，饮食清淡。每天作息很规律，不贪嘴。他们喜欢养生堂讲座，退休后自学中医知识。身上有点小疼小痒的，基本不吃西药。他们采取拔罐、艾灸、刮痧等办法，舒筋活血，调节身体各个关节。10. 2个老人心态非常好，他们虽然反应迟钝，但不糊涂。他们把自己100年后的事早已交代，对生死看得很淡。他们早已经请律师写了遗嘱，3个子女不偏不倚。1碗水端平，平常能用保姆解决的事，绝不打扰子女。由此可见，想要延年益寿，是与长期以来勤勉自律的好习惯分不开，更是与老人善于安排规划，保持豁达通透的心态息息相关。